红军老祖也称红元老祖诸天道尊，有人说他是仙界的天花板，也有人说他主宰整个宇宙，有重整时空秩序之能，弹指间可再造天地万物。红军老祖他本是盘古和太元圣母之徒，居住在紫霄宫，座下有徒弟3人，分别是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，以及2名童子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。创世大神盘古为开辟洪荒，奉献了自己的身躯，身体化为山川大地、日月星河，将元灵大道传于红军老祖、混坤祖师女娲娘娘和路鸦道君4人。4个人当中，唯有红军和女娲悟得天道，成为宇宙的主宰者。西汉四子讲德论中有云服红军之事，何物不乐？红军指的是天下太平盛世。在民间传说中，山西介休、辽宁本溪等部分地区有很多红军老祖的传说和遗迹。在明代小说《封神演义》中，红军老祖只出现过1次，因为地位身份太高，几乎没有参与封神大战具体事宜，但整个封神计划都是他和女娲娘娘一手策划，交于元始天尊实施。可以看出，红军门下势力遍布3界9州，如首阳山八景宫的太上老君、昆仑山玉虚宫的元始天尊、蓬莱岛碧游宫的通天教主、灵鹫山元觉洞的燃灯道人等等，300多座新家名山，统统都在红军老祖的掌控之内做下门，人更是数不胜数，主要以太上老君、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3教门人为主，横跨儒释道3家之内，占据天地人3界之地。仙苑编著中有云大道自然，混沌之仙，一气凝化，盘古生烟，天皇东立王母西悬伏羲八卦，先后5篇，体现了古人对于宇宙初开的思考。以《周易》和《道德经》的思想为根本，即认为大道在混沌之先，为万化之宗祖。盘古真人的元灵大道，在传给4位徒弟后，最终与天道的接班人元始天尊合体。换句话说，元始天尊继承了盘古的元灵大道，成为下一任天道的主宰者。红军老祖身边的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，仙苑编著原始上真迹中云：呼声太玄，玉女在世间，人形具足，天资绝妙，号曰太元圣母。2人生前为后人留下遗物，名曰金龟玉蝶，归红军掌管。万年之后，幻化为一男一女2名童子，名曰青阳童子和九光玄女。之后，九光玄女嫁给了东皇太一为妻。东皇太一死后，灵魂与哥哥青阳童子结合，本来是兄妹关系的2人，有了夫妻之名，却不住在一起。九光玄女居住在西昆仑的瑶池，自称西王母，统领女仙。金阳童子居住在东海蓬莱岛，自称东王公，也称扶桑大帝或东华帝君，统领男仙。仙苑编著中记载的元始天皇就是盘古，曰元始天皇与太玄玉女生扶桑大帝，又称九光玄女，即西王母也。东王公主张金阳之气，西王母主阴柔之本，调谐阴阳而品物咸亨矣。也就是说，金阳童子和九光玄女代表着阴阳两仪。物真篇有云道：自混沌生一气，便从一气产一阳，一阳再合成3体，3体重生半无昌。东王公通过1000万次渡劫修行，继承为昊天上帝。封神大战之后，成为统御万圣的玉皇大帝。因此红军老祖门下个个都是出类拔萃的仙界圣人。封神大战之后，红军老祖为了平衡3界格局，稳定仙神秩序，划拨了10几名徒子徒孙去了西方教，成佛的成佛，成菩萨的成菩萨。比如燃灯道人拘留孙文书，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慈航道人灵宝法师，多宝道人由掌管天地人3界的3清主持调整事宜，自己则回归了紫霄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像红军老祖这样的人物，他平时都干点什么？是研究先天至宝，还是琢磨宇宙3界之事，又或者是云游时空，去其他星系里喝茶下棋呢？他的师父创始元灵是宇宙诞生之初的先天混元之元灵，拥有神智，通灵窍，掌握造化神器，并修功德成道法。红军老祖收取了3徒弟，分别是道德天尊、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，3人都有各自的成就和职责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
红军老祖的实力被赋予了非凡的神话色彩，他可以轻易地将神器和法宝赋予弟子们，拥有着开创天地的伟力。他的弟子道德天尊、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都是先天圣人，拥有着超凡的力量和能力，能够开辟、毁灭一个世界。红军老祖也被认为是克制先天圣人的神仙，他的存在限制了先天圣人的行动，避免他们随意毁天灭地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红军老祖的地位无可置疑，他是封神世界中权威至高的存在之一。他的实力和力量超越了其他神灵和先天圣人，他的掌控力使得整个封神世界在他的指引下运转。但需要明确的是，红军老祖并非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，而是中国古代神话和文学创作的产物。因此，在研究和理解红军老祖时，需要从神话和文学作品中分辨虚实，并对其实力和地位保持理性的态度。在中国古代神话和文学中，红军老祖作为神灵角色的设定具有丰富多彩的变化。在不同的神话和文学作品中，他可能有着不同的形象和能力。有些作品中，红军老祖是天地混沌中的至高神灵，拥有开辟天地和创世造物的伟力。在另外一些作品中，他是先天圣人的师傅，掌管先天圣人的运转和力量。在《封神演义》等文学作品中，红军老祖的角色被设定为封神世界中权威至高的存在，掌管着先天圣人和众多神灵的职责和权利。无论红军老祖的形象和能力如何被描绘，他都是中国古代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的重要角色，代表着至高和神秘的存在。他的存在丰富了中国古代神话和文学的多样性，同时也能让人们能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